你来啦！你快看我画的画。你画的，这是你祖父吗？不是啦，这是丁老头。哎，你过来坐下，我来教你画，特别简单。丁老头。一个丁老头欠我俩鸡蛋，我说3天还，他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儿，买了3根韭菜，花了3毛3。哼，简单粗暴吧？青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这段时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也很清楚。现在你的心里能容下我吗？独孤，你现在能不能不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如果回到最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还会选择谢言齐吗？独孤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，净问一些不可能的事儿啊？世界上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就是后悔药了。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我选择我从没来过这里。臣弟参见皇兄。免了，来得正好，正有要事与你商议。皇兄说的可是讨伐明炼宫一事？你都知道了。皇兄，臣弟觉得讨伐明炼宫不用急在一时，我们当务之急先要稳住朝纲。现在动用大量兵力，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。况且那明炼宫威震武林，讨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到那个时候，大量的死伤也是不可避免的。皇兄，还请三思啊！看来你是不会帮我了，那就不必多说了，你走吧。皇兄还是听臣弟一句劝吧，明炼宫日后再除也不迟啊。不可，这独孤元既有复国之心，朕就留不得他。臣弟以为，皇兄这么急着去讨伐明炼宫，其实是为了秦柔，并非其他。朕没有。怎么没有？皇兄，你就是太要面子了。你害怕输给了独孤元，就失去了尊严。住口！我看你是太过放肆了。皇兄，你看你现在为了秦柔，你都失去理智了。你可是当今的皇上啊！你怎么能如此任性妄为呢？是朕要任性妄为吗？讨伐明炼宫绝其后患是任性吗？找回朕心爱的女子也是任性吗？朕若是任性，当初就不会做这个皇帝。皇兄，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朕想静一静。臣遵旨。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他说3天还，我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儿。你来啦！你快看我画的画。你画的，这是你祖父吗？不是啦，这是丁老头。哎，你过来坐下，我来教你画，特别简单。丁老头。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我说3天还，他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儿，买了3根韭菜，花了3毛3。哼，简单粗暴吧？青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这段时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也很清楚。现在你的心里能容下我吗？独孤，你现在能不能不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如果回到最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还会选择谢言齐吗？独孤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，净问一些不可能的事儿啊？世界上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就是后悔药了。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我选择我从没来过这里。青柔，你今天为什么不戴镯子？哦，我洗澡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，怕坏了。镯子
是不怕水的，你还是带着吧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好吧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世界还真奇妙啊，镯子还能治病。尊上，什么事？宫里传来消息，皇帝已经派了官兵接近这里，可能近期就要攻打明炼宫。终于来了，吩咐下去，做好应战准备。是。对了，还有，不要声张，一定不要让青柔发现有任何的异样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皇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今日，四弟来找过朕，劝朕不要讨伐明炼宫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他这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着想。那皇上是答应了？朕没有，但是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皇上，明炼宫是非伐不可的。若不趁早除掉，倘若日后他逐渐壮大了，若想再去讨伐，那可是难上加难了。可是朕也不能不顾朝臣的反对，一意孤行啊！皇上，留明炼宫必定后患无穷啊！若朝臣执意反对，臣妾愿以一己之力保我江山稳固。臣妾可以以死明志啊！皇上为何这样看着臣妾？朕记得，你以前性子一向谦和，而且从不理会朝事，为何偏偏今日对讨伐明炼宫一事如此上心，态度如此坚决？皇上也说了，那是臣妾以前呀。臣妾毕竟遭逢过巨变，方知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理，但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。况且现在臣妾贵为皇后，理应为皇上分忧，为江山社稷尽忠。既然那明炼宫威胁到江山社稷和皇上的安危，臣妾就算是拼了性命，也愿为皇上除掉这个心腹大患。皇上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臣妾的心中，你是最重要的。也罢，不过随口一问，你无需如此伤心。不过，于公于私，这明炼宫，朕都留他不得。